1979年3月27日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在同一天通过电话线传到这所房子里。接电话的是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。好消息是，北京的中华书局决定出版他的《万历15年》中文版。坏消息是，他所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刘普斯分校校长秘书打来电话，通知他校长次日想见他，要谈的是凶多吉少的裁员事宜。正因为如此，历史专业的黄先生把这一天记得非常清楚，写在了回忆录《黄河青山》一书中。这栋房子建于1972年，占地0.37英亩，里面有3间卧房。黄先生应该是新房时搬进来。2000年1月，黄先生在电影院影片放映前突发心脏病过世。同年11月，夫人也随先生而去。1年后，房子出售他人。黄先生的《万历15年》和其他一系列历史书稿大多在这里完成。去年是《万历15年》中文版首次面世40周年，当时已创下600万册的销售记录，各类版本有20多种。有人撰文认为，如果不是因为《万历15年》，黄仁宇将彻底隐没在学术界，或许永不为世人所知。达克探访了黄先生的故居、工作的学校和周边社区，再重温黄河青山的记载，感叹如果天时地利人和缺少一项，这本书估计都不会如今天这样知名。万历15年的问世，折射了黄先生治学过程中塞翁失马、起伏跌宕的人生。1979年初的一天，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的傅全从先生收到万历15年的文稿，他很快通读了原稿，并对书稿整体给予了肯定。那时文革刚刚结束，出版外国人原来还是国民党军官的书实在有风险，于是傅先生又将书稿给另一位主管编辑魏连科审阅，魏先生也给予了肯定。很快两人共同签名上报，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，但是在一些题法和文字上需要做编辑加工。之前还有2位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对文稿也提出过建议，一位是金尧如，金先生曾是香港文汇报的总编辑，在商务印书馆也工作过。他认为如果书稿能用，就应该尽快出版，这样做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。另一位是陈汉博先生，陈先生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，当时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，他的意见与金尧如先生的一样。赶巧这一年初，邓小平出访美国，中美经贸文化交流互动增加。尽管中华书局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，有领导认为中国人写的书还出不过来，出什么外国人的，但万历15年的书稿还是幸运的在历史翻译中进入了出版程序。很多读者都对万历15年印象深刻，达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读到的，至今留下印象最深的是，一直认为世间最幸福的人皇帝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书中写道，万历皇帝居然没有钱赏赐自己的爱妃，居然能几十年不迈出紫禁城，还有一段培养皇帝的细节。万历不满10岁就能书写净尺以上的大字。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的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，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。张居正谢恩领受，但在第2天他就启奏皇帝，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，现在已经不宜在这方面花过多的精力，因为书法总是莫知小节。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，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不益，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。1578年以后，他的日课中就取消了书法，而只留下了经史。这部书里有活生生人的故事，完全颠覆了脑子里历史读物的模板。更早读到这本书已成为学者的很多人也谈到了最初的印象。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锡勤说，1982年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，初读万历15年，如受电击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历史学者吴思和李亚平关于万历15年曾有这样的对谈。然后我就看了以后，
和你那个感觉正好反过来。你的感觉是哎怎么这样啊？我的感觉天哪，历史还能这么写呀，这么好看我们熟悉的也是范文澜写历史的那个路子是吧？你像抽屉似的你说的这是经济基础，那是上层建筑，那是阶级斗争，那是农民起义，那是土地兼并是吧？都摆好了。这个上来就讲故事，一个人一个故事，一个人一个故事，写那么几个人让万历15年影响深远的是黄仁宇的写作手法。虽然在国外这样描写历史的书很多，虽然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是用人物和故事来记录历史，但是万历15年出版时，起码有2代人读到的历史书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万历15年让读者耳目一新，也成为后来众多历史读物的模仿样本。震动很大。如果不觉得历史这么好看，我大概就不会去在以后我也写历史了，就是因为好玩好看，就把我给吸引过去了。所以这本书对我的影响，真是影响人生的书。真的可以这样说。我那第一本书其实就是模仿他在写。就是你说他能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呢？其实你刚才说你是因为读了他，你开始对历史有那么浓厚兴趣的，我也是一模一样。我也是读完了他之后，我觉得这历史太有意思了呢。试想，如果今天将万历15年引进中国市场，已经见过熟悉这样历史写法的读者，绝不会像1982年那样反响强烈。现在看起来，我们思路开了，对历史是什么样子，可能这个万历15年在这时候再进来，就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力。有人比喻万历15年就像当年的邓丽君，让长期只知道样板戏的观众眼前突然一亮。这里是纽约市以北80多英里的刘普兹小镇，从1969年起，黄仁宇先生一直在镇里的纽约州立大学刘普兹分校教授中国历史。与很多美东学术重镇相比，刘普兹算是偏僻的了。隔着哈德逊河是 IBM 波基普西基地，两地相隔20分钟车程。在 IBM 公司有很多华人工作，其中就有郁哈维先生，他是那里的工程师，也是哈德逊河中部华人联谊会的会长。因为黄仁宇住在这个社区，偶然机会，两人在人生中第3次相遇，也真正相互认识。郁先生很喜欢万历15年，也是将书稿送到中华书局的重要中介人。达克一会儿将在人和部分介绍他。万历15年最初是英文写成，势头的几家美国出版社都寄回了退稿信，直到最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，这也是在中华书局决定出版中文版半年之后。如果黄先生没有在刘普兹结识郁哈维，中文版的问世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而来到刘普兹完全是一个巧合，被黄先生称为纯属意外。事情是这样的，1967年，当时已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余英时教授参加完芝加哥的学术会议，回波士顿的飞机上，正好和也来参会的刘普兹分校区域研究系主任彼得莱特邻座。交谈中，莱特告诉余英时，他们学校正在找教中国历史的老师。余英时立刻说黄仁宇是适合的人。余英时先生是黄仁宇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，不过小黄先生12岁，还因为黄仁宇早年和余英时的父亲共过事，所以余英时先生曾说他和黄仁宇更多的是朋友关系。不久，黄先生就接到了莱特的电话，邀请他到学校面试，一切都很顺利。1969年起，黄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写作。最初将万历15年书稿递送到中华书局的是画家黄苗子，黄苗子的妹夫就是郁哈维，他原名郁新民，叔叔是著名的诗人、散文家郁达夫。
1937年抗战爆发，就读清华大学的郁锡民来到长沙的西南联大，当时就读南开大学的黄仁宇也在联大，两人住在同一栋宿舍楼，只是从来没有说过话。郁锡民后来留学美国，并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。二战结束后，郁锡民随美方军事协调小组到达沈阳，那时黄仁宇正好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副官，两人应该曾在同一个司令部的办公楼里办公，不过两人还是没有相识。直到20多年后，黄仁宇搬到了牛埔兹，在朋友家，两人终于相知相识。1978年，业务需要，作为 IBM 工程师，郁锡民前往中国，利用这个机会，黄仁宇托郁锡民将部分书稿带回国寻找出版社。好在郁锡民的姐夫黄苗子就在文化圈，书稿很快送到了中华书局编辑手里。余下的文稿在邮寄时不太顺利，郁锡民又让自己的准女婿卡尔·华特带到北京。华特那时刚刚斯坦福大学毕业，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的金融，正要到中国实地调研，很爽快地充当了信使。后来华特曾出任中国建设银行的顾问，中金公司的高管，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和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美国银行家之一。1979年3月27号，郁锡民从北京给黄仁宇打来电话，告诉他中华书局计划出版《万历15年》的好消息。至于坏消息的故事，达克将在下几期讲述黄宇先生一生的经历中与您分享。